不要走。以前是我没心没肺，我伤了你，是我的错。可是思风，你不能这么做。你可以给我讲道理，你可以教我，但是你不要离开我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恢复60了，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我会对思风很好很好的。9世历劫里，也有一个人，次次的告诉我，会记得我。结果呢，还不是一场空。思风，前9世的事情我不记得了，我只知道今世的事情。思风，我喜欢你，我想一直跟你在一起。思风，你能不能？思风，你还走吗？我什么时候说我要走了？那我只是托船家替我去采一些莲宝，我来这里取而已。那你怎么不早说？后悔了？你刚才说的话，可是所有人都听见了，有他们为我们作证，你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思风，你变坏了。玄机，我说过，要教你怎么爱上我，怎么可能会走的？前世已经不重要了，眼下的你，才是我最在意的真实。说过，总是被以前的事情纠缠着，怎么过好今生？这一次，你休想把我忘了。行了，别看了，再给我倒点。玄机和司凤，也算是博得云开见月明了。怎么，你看起来好像忧心忡忡的样子？我当然是替他们高兴，只是这缘起缘灭，缘聚缘散，众事前路看不清。缘聚缘散。你说，这缘分真的是注定的吗？怎么突然这么问？我在担心玲珑。如果说缘分真的是注定的，那最怕的应该就是有缘无分吧。所以，我想在这碎片中看到些什么，却始终都没有半点信息。这碎片当中的，
不过是往事的一些虚影。我们住在现实，跟他俩不相关。米言，你与玲珑青梅竹马，这现实的缘分，多少人羡慕都羡慕不来的。我们已经找到廷奴了，马上就能去不周山了。我们大家一起把玲珑救出来。你现在要考虑的就是他回来之后怎么好好待他。没想到，你那么会安慰人。不是安慰，而是确信。要说到安慰人的本事，我还当真就不如若雪。若雪，若雪是我妹妹，我们两个是孤儿。她总是特别的乖，也特别的听话。不管在外面吃了多少苦，跑回来都只跟我说：“不要紧，没关系。”以前从没有听你提起过，不知道你妹妹现在在何处啊？终归是不能够常相见。是我这个当兄长的，没有照顾好她。米言，这些给你吃。你怎么在这躲着呀？我就是要藏在这儿，我在这儿冬眠，睡个500年。怎么，又为司凤的事情在这发脾气了？我那主人就是个大笨蛋，9世的教训还不够，明明那么难过，那么失望，结果那楚玄机跟他说上几句话，他就傻乎乎的原谅他了。可主人为什么不肯多听我说一句，多信我一点，多看我一眼呢？你呀，你也是个大笨蛋。公子，今日七夕，两位真是神仙一样的璧人，来到咱们庆阳的鹊桥上，可别错过了。鹊桥？对，是这儿的传统，拿着面人在鹊桥上许愿，可灵了。好啊，帮我们捏一个。哎，我来买，要2对，算是给司凤的礼物。好，就依你。 1对许愿，1对带回家。好嘞，您稍等。司凤，收了我的礼物，可是要拿东西交换的。换什么？我想要你上次送给我的簪子，你可以再给我吗？ 你以后可不要后悔哦！拿了我的簪子，以后就是我的人了。那你拿了我的面人，以后也是我的人了。求之不得。命运在今生写下了伏笔。 梦境般与你不期相遇，你留下只在眼角。两位客官，面人捏好了，快去祈愿吧。前世的约定，注定了结局看不穿天际，我们始终难逃脱宿命，隐藏在。 许下的表情，你永远不懂得悲喜。找回你眼中失去颜色的风景，陪你看尽繁华如雪，花落荼蘼。解开你心
醒，若梦初醒，此情不息，生死不渝。小凤凰，你这是想好了，非要在一个地方摔倒10次喽？我说柳大哥，你就不能盼点我好吗？这一次我一定会摔倒吗？从前的过往都已经过去了，那些人不是我，我也不是他们，他们只会隐忍和等待，而我绝对不会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才让玄机发现我有多么的在乎他。你现在这个情话说的是比你柳大哥我都溜了。可你别忘了，你爱上的不是别人，他是战神啊！玄机就是玄机，他这一世，并非是战神。你何必自欺欺人呢？玄机遇上了定坤，又遇上了万劫八荒镜。他冥冥中注定，他不会永远这般籍籍无名的，他早晚有一天会变成战神。真到了那一天，我问你啊，你要怎么收场啊？好了，柳大哥，你别说了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，我定会与玄机安安稳稳的过这一世的。真要是如此啊，那是最好。我开了天眼，却看不清你们的未来。你好自为之吧。我之前以为紫湖的元神与你们一样，已经回到了体内，但是我发现我错了。你们看，这个碎片，紫湖的元神还留在镜中。我和司凤的元神恢复过来了，为什么紫湖还被困着？恐怕不是被困着，而是他沉溺在往事中不肯出来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会忘记现实，元神在镜中消散，最后再也没有办法醒过来。那怎么救他？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你或者司凤再进一次镜中。你们进去过一次，不会被迷惑，只有你们俩才能救得了他。不行，这样太危险了。六师兄，我们是要和紫湖一起去不周山，我不能丢下他不管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听诺，让我进去。玄机，我们一起。司凤，说好了要学着依赖我，怎么又忘了？吴之奇，你说你整天这酒肉度日的，不是可惜了一身的本事？不如和我一道帮修罗王杀上天界，咱们妖魔统一三界，那是何等风光之事！元老，你说你今天过来就当一个说客，酒都不喝，是不是太小家子气了？小狐狸，拿酒来。这个就是从前的紫湖，那喝酒的大汉就是吴之奇了。那个元朗是谁啊？应该是他的朋友。来，元朗，喝酒。
要不然你再考虑一下仙魔大战之事。你要是想通了，就来魔域，咱们跟着魔煞星、罗侯祭都并肩作战。我等着你。胡之奇，我不要你听那个什么小人元朗的，你不许去参加仙魔大战。虽说我老吴不喜欢打打杀杀吧，但是你说我整天在这个地方待着，连个美女都没有，多无聊啊！臭猢狲，你眼睛瞎了吗？我不就是美女吗？我为了你修炼了那么久，好不容易变成人，变成你喜欢的样子，难道这还不够吗？小狐狸，我说你这变成人以后是不是没照过镜子呀？哎，你好好看一看啊，丑死了！哎，我都问过山外的人了，从上到下，明明就是美女的样子，你怎么就那么没良心呢？说一句好话你都不会吗？我老吴最讨厌的就是说好话，更何况你让我对你这么个丑八怪说好话，门儿都没有。我告诉你，你要么马上给我变回去，要么别再让我看见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不变回狐狸的样子，你就让我走？没错，走得越远越好。我可是一眼都不想再看见你，省得在我面前叽叽喳喳的吵死。没有你，我清静多了。你是认真的吗？我走，我走了，再也不回来。你别后悔。说你不是我命中的人，我怎会奋不顾身？只盼此生能不离不分，哪怕让我燃尽泪痕。若你从不曾爱过我一分，若缘分如此残忍，我愿意用尽一世情深，换最后和你相拥一个吻。那个虚影就是紫狐了。是的。你不要离开吴之奇，你离开了，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了。你不要离开他，你现在马上回去，回到他身边。他说你丑是气你的，你不要离开这儿。走了，走了好，走了，俺老吴就没什么牵挂喽。哼。吴之奇，吴之奇，你先别走，你等等他。小狐狸，小狐狸，他只是一时闹脾气，他会回来的。一炷香，不，半炷香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你再等他一小会儿，你再等他一小会儿。非止一次，情儿歇，口儿许，何止一时？千万等等他！千侥幸，万侥幸，得见一面。这也错，那也错，怎能相逢？
求求你，走了！求求你别走！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一定可以的！似乎他在消耗自己的元神，让回忆倒转。这样下去，他会消失的。子湖，够了，跟我们回去吧！滚开，滚！子湖，你再这样会消耗你的元神的。走吧，啊！不要你管我，不要你管我，不要你管我！我生气。子湖，我也在镜中看到我自己的过去，所以我明白你的感受。可是你要的答案在外面，不在这里。如果你把自己一直困在里面的话，只会越来越烦恼。跟我们出去吧，好吗？我带你去找吴志奇。白发望断崖，几许落幕残花，任宿命掀起红尘，决放下。劫成劫，路可化，人可留伤疤。了无憾，曾经有你牵挂。子湖，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。丢脸的样子都被你们看光了。没关系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是个大美女。玄机，你刚才在里面答应我了，你一定会帮我救出吴志奇的，是吧？嗯，我答应你。玄机，你可别胡乱答应啊！你是正派弟子，想要除魔才是本分。那吴知奇可是魔域左使，你还要去找他，这绝对不可以。六师兄，我已经答应子湖了，而且我虽然不认识那个吴知奇，但是他不管犯什么错，都被关了1000年了，也应该关够了吧？找到他又如何？1000年之前，那吴知奇说走就走，1000年之后，你又怎么样才能留得住他呢？我一定要去。我说过，我一定会救吴志奇出来的。倘若我真的不能救他出来，我就留在那陪着他。他被关1000年，我就陪他1000年；他关1万年，我就陪上他1万年。我要让他知道，这个世上只有我对他好，他永远得成我的妻。你已经不是以前天真的小妖了。好吧，我以后再也不劝你了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一切后果需要你自负。四凤，你劝劝玄机。我们答应了子湖要一起去不周山，他帮我们找到了庭奴，所以我们绝不能食言。好吧，好吧，既然你们都答应了，我再说什么也没有用。一起就一起吧。对了，庭奴，你快说说，到底怎样才能进不周山？不周山不在人间，要进去的话，需要费上一番功夫。让我准备准备，明天你们出发。嗯。哎，柳大哥。哦，小凤凰，你可真够舍得的，那宝贝簪子都扎人姑娘头上了。我可是拿终身换的。玄机说的对，我可是捡了个大便宜。
天哪，什么味儿啊？哦，知道了，是爱情的臭酸味儿。真酸！怎么不可以啊？走了走了，走。这么晚还出门？这么晚了还不睡？我还在为去不周山做准备，但是有一件事情，我始终想不明白。什么事儿？天虚堂设下这个局，就是想引战神觉醒，但是他们怎么能确保玄机真的会被引过来？难道他们一早就知道玄机可以找到有天眼之人？谁知道这帮王八蛋肚子里面憋什么坏水？哎，有可能啊，就是因为小凤凰先找到了我，哎，他们将计就计了。哎呀，不行，我睡不着啊，我得再喝壶花酒去。哎呀，柳先生迟到了。我还没有找到机会下手，请你们堂主再给我一段时间，我一定可以让战神之力觉醒的。柳先生，州府发生的事，堂主了如指掌，是你开了天眼，阻止战神觉醒。我那是迫不得已。哼，迫不得已。柳先生，您欺骗了我们，我们本该给你些颜色，不过堂主宅心仁厚，决定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如果再搞砸，你就见不到你的女儿了。好，你说，你们到底要我怎么做？杀了于思凤，激怒楚玄机，让战神之力觉醒。不行，我不可能干伤害小凤凰的事情。您难道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吗？别欺人太甚！你刚开过天眼，元气大伤，不要找死！你女儿的命不想要了是吗？你是什么人？自然是柳先生的朋友了。你们不相信，问问他。他是天虚堂的人。刘一欢，你怎么和天虚堂的人在一起？是我对不起大家。天虚堂的人，让梧桐来见我。我听命于堂主，可不认识什么梧桐。战神将军，你竟知玄机的身份？我知道的还多着呢。战神既然来了，不如我替堂主把你捉回去。小心，这是玄阴铁！玄机，你没事吧？子虎，你个吃里扒外的老狐狸，竟敢帮人对付我们！你说谁老啊？我说你个老狐狸！我什么时候吃过你们天虚堂的里，爬过你们天虚堂的外？你们抢我宝贝，毁我高士山，还敢说我？这就死了？原来是条鱼，这就死了，这么不经打。原来你就是战神啊，也没多漂亮嘛。好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回去再说吧。原来都是你在背后捣鬼。
是我对不起大家，我不能不管玉儿啊，是我害了你们。刘大哥也是受人所迫。再说了，幸亏他拿出了万劫八荒镜，我才恢复了60。他不惜开了天眼折寿，救了司凤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帮了我们。刘大哥，你不必自责，只是没有想到，天虚堂的人早就怀疑玄机是战神的身份，而且这样大费周章的，就是想要激发出玄机的战神之力。对了，你不是说战神是魔煞星的死敌吗？怎么天虚堂反而想要让玄机恢复战神之力啊？这唯一的解释就是，战神之力与复活魔煞星有关。只可惜，我只有在为战神将军治伤的时候才有机会见到他，对战神将军的事情也知之甚少。你们所说的战神将军的记忆中，有一部分永远无法看清，我猜那是被天界封存了起来。我看也未必，天界就是爱故弄玄虚。之前还说战神是什么绝世大美女，你们看看玄机，所以这封存的记忆，没准也是封着玩的呢。子乎，我听你这话，你对战神好像很有意见呢。子乎讨厌战神是因为，传闻说吴之奇是贪恋战神将军的美貌，才被天界活捉的。吴之奇才不是贪恋战神的美貌呢，吴之奇是被阴险的元朗给陷害的。元朗是谁啊？我好像在你的记忆里看到过。元朗就是个小人，他这个阴险小人，1000年前魔域兵败，他陷害吴之奇，害得他被天界抓住。元朗还以为借此可以逃脱天界的惩罚，臭猴子现在都不知道是谁害的他。可惜，这个元朗实在是阴险狡猾，我找了他1000年，都不知道他藏身在哪。那元朗会不会就藏在不周山的天虚堂里？不可能，元朗身上有天界惩罚的印记，他是不可能进入不周山的。倘若他真的藏在不周山，我一定将他抓住，碎尸万段。不周山，天虚堂的总部在不周山，我总算知道玉儿被关在哪儿了。玲珑的元神，玉儿，被关押的吴之奇，天虚堂的秘密，我想这一切都在不周山会有答案。我们刚杀了天虚堂的使者，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察觉。明日一早，你们就动身吧。对了，提诺，你快告诉我们，这人类不周山的入口究竟在哪儿啊？极西之地有一个重镇，叫做青木镇，就在不周山脚下。你们在群山中找到南北2座并立的高峰，去不周山的祭神台就在北边的山峰上面。好，这是我用鲛人类、化龙鳞和3生木制成的生辰蜡，材料稀缺，只够做这5支了。不周山不是人间所在，你们在祭神台燃起蜡烛，便可暂时进入其中。哎，子乎，你不是在不周山长大的吗？也要生辰蜡烛吗？我早已化成人形，在人间1000年，再进不周山，当然需要这生辰蜡了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没了。我的呢？我得去不周山救玉儿啊！我刚刚说过材料稀缺，而且不周山这么危险，你伤成这样去不了。再危险我也得去救玉儿啊！我。刘大哥，此行危险重重，你伤势太重，若你硬要去的话，只怕更难救出玉儿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玉儿给你带回来。关键时刻帮不上忙，真是不中用。司凤，玉儿就交给你了，一定要把她带出来啊！你放心。我是被天界贬下来的罪人，身上有天罚印记，也进不了不周山。明日你们走了以后，我就与柳大侠一起躲起来，
以免被天虚堂发现。等你们回来，我自有办法找到你们。再戴上这手环，蜡烛上的光芒少1分，手环上的光焰会短1分。光芒消失之前，你们一定要从里面出来。知道了，真是啰嗦。此处有少阳法术的痕迹，玄机他们果然来过这里。虽说毁了万劫八荒镜，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。玄机，难道我真的阻不住你吗？怎么在这儿落下？是已经到了吗？说你们没见过世面，真是一点都不冤枉。这不周山是禁地，方圆千里，倘若遇剑而行，会立刻被山神打落。所以从现在起，我们只能用脚走过去。走吧，这边。压得住一时，压不了一世啊！战神苏醒不可避免，帝君又摇又死了。唉，神君是在找什么呢？三剑恩怨录。哦，是这本吗？哎，对对对，你看得见我？我当然看得见你。这司命殿是天地运数交汇之所，你这障眼法在这根本没用。在下的这本拙作还尚未完成啊，若神君想看的话，也要等我写的差不多了再排队借阅。拿来吧！你怎么抢了？哎，怎么就这么点儿啊？记得战神的事儿呢？哎，说了尚未完成，还在构思阶段。构思阶段？构思阶段，就是说事情都在你脑子里了。那你快给我讲讲啊！他的那个战甲一会儿就消失了，一会儿又回来了，老子怎么都找不着他。腾蛇，哎，你说天界这么多神仙，你找谁打架不好？你非逮着战神不放干什么？天界这么多人，没有一个够我打的。你说不说？不说，不说。好，你信不信？我一把火把他给点了。你敢？说，你说，别说，我说还不行吗？快，神君，别冲动，放下。面，这戏文里都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吧？啊，我们这个也不例外。话说900年前，金神婚宴上，啊，战神接了帝君抛出的良缘花，就认定帝君一定会娶她，而且还亲手给帝君采了一朵良缘花。那是放开你，是我不该，是我没看见你的心意，才会让我历次情劫。一定还有办法可以挽回你。什么？战神和帝君？
那个冷飕飕、浑身没有一点热气、对谁都板着脸的百灵帝君，还送给战神一朵良缘花。你这话本不是胡编乱造的吧？你听不听？不听别问我。那我听。那既然战神与帝君如此，怎么此事未成呢？仙魔大战刚刚结束，百废待兴，我们需要南天仙族的力量啊，让天界重归安稳。所以帝君才娶了南天圣尊的女儿为妻。帝君迫不得已娶了南天仙族的帝姬为帝后以后，战神知道了，焉能罢休？从那以后，性情越发古怪。除了和天池边的几只金翅鸟说话之外，再也不和任何人来往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有一天啊，这个魔域左使吴之奇偷走了君天环和侧海沟啊，战神直追入了魔域啊，可回来之后呢，就煞气入体，生了心魔。哎呀，你猜怎么着？哎，他跑去南天仙族，把南天圣尊给斩杀了。战神这么大的，厉害吗？事儿大了。后来啊，帝后呢就逼着帝君呐，一定要处死战神将军，为父报仇。天庭一时大乱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咱们帝君还是要保护战神，啊，来到洛仙台，苦苦劝战神呐。天帝看在战神有功劳的份上，就给他最后一次机会，让他力竭10世，便可重归仙班。我曾向帝君说过战神力竭9次的消息，可是他大发雷霆，说不关他的事。其实我知道，他放不下战神呐。是情是愿，纠缠难分，咱们帝君呐，情劫难逃。完了，完了，我都说了这么半天了。我问你，战神将军有多能打？你给我讲这么一段爱情话本有什么用啊？打打杀杀有什么意思？情，哦，情才是我这本3界恩怨录的精髓所在。不过不信，战神这么一个英勇善战的将军，会为了你那点儿女情长的小事就上反天界？这背后一定有其他的原因。这个故事是你胡编乱造的，你们这些写书的人一贯喜欢胡编乱造。怎么说话呢？事实就是如此。你又没谈过恋爱，你懂什么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那战神她毕竟是个女人，是女人就会因情生恨。不懂欣赏，哼，莽夫，莽夫！世间有太多太多欢乐，等着我长大，用心只不惑。也有太多太多的惶惑，当你看着我，心就明了了。期待过，失望过，一次次信念被命运穿过，每一生都是我累积的爱不到的轮廓。不经意放心彻骨，曾知向何处，深藏直觉与肺腑。盼了又盼的归宿，
清楚，在拥抱之前，先学会了放